穿越斗罗，我成了剑斗罗陈星最看重的弟子。6年37级，顶级剑武魂。所有人都说我会打破唐昊最快封号斗罗的记录，可我刚锋芒毕露，就被武魂殿在斗魂场安排人废掉武魂，断了剑，也断了前程。更扎心的是，宁风致表面惋惜，暗里却默许宗门弟子踩我，就连和我订婚的宁荣荣也转头跑去了史莱克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这辈子完了，可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剑从来不是没断过，而是断了以后还能重组。此时，我正坐在七宝琉璃宗后山的凉亭里，夜风像刀子一样从林间刮过，旁边弟子低着头，嘴上还喊着少爷，眼底却全是藏不住的嘲弄。少爷，小姐那边。我抱着断剑，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陌生。就这样吧。弟子敷衍的行了一礼，转身离去。我没有拦他，人情冷暖这种东西，落魄一次就够看清了。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里，宁风致握着宁荣荣留下的信，嘴上叹息，眼底却闪过一丝轻松。宁荣荣是七宝琉璃宗的希望，不能和一个废人绑在一起。我以前是天才，所以宗门愿意把他许给我。如今我废了，婚约自然也该废。陈星站在殿中，脸色淡得像一柄入鞘的剑。宁风致放轻声音：剑叔，委屈长生了，往后就让他在宗门里当个普通人吧。陈星没有动怒，只是看着殿外夜色，魂师一途，本就随时会死，学艺不精，怪不得别人。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时，我反而笑了，怪不得别人吗？也对，剑修若是只会等别人替自己出头，那还修什么剑？我抱着2尺残剑，在后山坐了一整夜，曾经的豪言像风一样在耳边回荡。天不生我李长生，剑道万古如长夜，纵然万劫不复，我亦一往无前。那时候的我意气风发，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可如今剑断了，人废了，未婚妻跑了，宗门也默认把我丢在角落里，换成别人估计早就崩了。我却忽然觉得心里前所未有的安静。月有阴晴圆缺，剑为什么不能断了再续？人有高低起落，我为什么不能从谷底再杀回去？大雨倾盆落下，打湿了衣襟，也砸在断剑上。我没有动，雨下了1日、2日、3日，宗门里没人来叫我，也没人送水送饭，仿佛七宝琉璃宗已经把我这个废人彻底忘了。直到第3夜，雨水忽然停在我身外3丈，不是雨停了，而是无形剑意绕着我流转，硬生生把雨幕挡在外面。我低头看向手里的残剑，断口处有苍茫光辉亮起，像沉睡多年的东西终于睁开眼。下一秒，断剑寸寸复原，剑光如霜，压过天上残月。剑身上3个字熠熠生辉：木马牛，无瑕也无翘，暗示夜长明。3尺木马牛，可折天下冰。我缓缓睁眼，一缕剑光从眼底掠过，体内沉寂的魂力重新奔涌。我的魂力回来了，不止回来了，我的武魂本源补全了。以前那柄顶级剑武魂只是残缺版，如今经历大起大落，剑透人心冷暖，我终于明白自己该走什么路，这才是真正的木马牛。我站在后山，俯瞰七宝琉璃宗错落的屋舍，这地方养过我，也伤过我，我替他吸引了武魂殿大半注意，他却在我被废后默许弟子羞辱我。从今往后，两不相欠，七宝琉璃宗各自安好。清冽剑光划破夜空，几个呼吸后，我御剑离开后山。等陈星、宁风致和宗门长老赶到时，只剩凉亭里一道残留剑痕，没人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剑斗罗发了很大的火。几日后，我坐在去星斗大森林的马车里，一身羊皮裘沾满灰尘，看起来邋遢又狼狈。若是天斗城那些人见了，估计没人会把我和曾经的长生剑客联系到一起，但我不在意，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重修魂环。木马牛已经补全，魂力也回来了，可原来的魂环全没了，这不是坏事，反而是老天爷给我重来的机会。普通人的第一魂环只能100年，我偏要1000年起步，别人第3魂环才紫色，我第3魂环要10000年。经过武魂进化，我的肉身和精神力都被强化，吸收2个1000年魂环不难，等魂力冲到40级，再去拼10000年魂环。星斗大森林到了，车夫刚想开口要钱，话还没说完，喉咙就被剑光封住。这人根本不是车夫，而是捡尽劫财的山匪，他以为我年纪小，又孤身一人，好欺负，可惜他挑错了人。我下了马车，看都没看尸体一眼，下辈子眼睛擦亮一点。星斗大森林遮天蔽日，腐叶味混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没有飞，在这种1000年魂兽多如狗、10000年魂兽到处藏的地方，飞在天上就是活靶子。我一路深入，避开几头不值得动手的魂兽，终于在一片沼泽地找到了目标。一头褐绿色魂兽埋在泥水里，只露出半截如剑刃般的脊背。我本以为是剑脊地龙，仔细一看，眼神瞬间亮了，这不是剑脊地龙，是变异种剑脊恶龙，3500年左右，脊背如剑，尾部也像锋刃，威力比普通剑脊地龙强得多，危险更大，但魂环效果也更好。我握紧木马牛，笑一压都压不住，用你当我的第1魂环，正好。剑脊恶龙猛地甩尾，剑刃般的尾部撕开空气，破空生炸的林中树叶乱颤。我一剑迎上，砰的一声，金铁交鸣，强横力道震得我手臂发麻，心里的郁气却跟着被点燃。再来，这些日子所有羞辱、冷眼、背叛，全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。金霄剑一冲天而起，银光在沼泽上连闪，剑脊恶龙引以为傲的皮革被我斩出一道又一道血口，凛冽剑气附在伤口上，让他根本无法愈合。他想不明白，一个没有魂环的魂师，凭什么能把他压着打？我也懒得让他想明白。木马牛脱手飞出，化作一道宣鹤剑光，直接没入他大张的血盆大口，血柱喷涌，一枚紫色魂环缓缓升起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盘膝坐下。3500年第1环，这要是让素云涛看见，估计涛哥又得一声废。神王多一位，紫色魂环落在木马牛上，狂暴能量撞进体内，骨骼都被压得咯吱作响。换成普通魂师，早就爆体了。可我体内雄魂魂力一动，那股蛮横力量很快被镇压。一炷香后，我睁开眼，紫色第1魂环在脚下盘旋，魂力39级，第1魂技剑气滚龙臂。我握住木马牛，像和剑彻底融为一体，剑气滚龙臂，剑光乍现，苍茫剑气滚动着撕裂前方一切，树木、岩石、
时，泥地全被卷入其中，瞬间搅成碎屑。100米之外，地面出现数道纵横沟壑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情终于痛快起来。这才叫重修，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。而就在星斗大森林外，史莱克一行人也进来了。赵无极带着唐三、戴沐白、宁荣荣等人刚到外围，就看见山匪尸体和那辆马车。宁荣荣吓得脸色发白，唐三检查伤口后，语气凝重，一击致命，像是剑伤。出手的人至少是魂尊。宁荣荣脑海里忽然闪过一道身影，他很快摇头，不可能，长生哥哥已经废了。剑爷爷都说他是燃尽最后剑意才遇见离开，怎么可能出现在星斗大森林？他不知道，我不但来了，还正在更深处猎第二魂环，8000年魂兽提供的第二魂技剑罡护体。低级魂兽只要靠近，就会被剑罡刺伤。更变态的是反伤，同级攻击能100%返还，敌人每多一个魂环，反伤就削减1成，同时我承受的伤害也跟着削弱。等我以后魂环起了，就算封号斗罗打我，也要先吃自己半招，这波血赚。但我的目标不止如此。第二天，我找到翠魔云蛇王巢穴。翠魔云蛇胆小，却极其凶险，蛇王更是万年级别，速度快得像绿色闪电。我等到他被族群护送回巢的瞬间，第一魂环亮起，剑气滚龙臂，翻滚剑气冲进蛇群，千年翠魔云蛇瞬间死伤一片。翠魔云蛇王转身就逃，可在木马牛面前，逃跑只是把死亡拖慢半息。剑光如虹，万年蛇王被当场斩杀。半日后，紫、黑3个魂环在我身上依次排列。第三魂技两袖青蛇，剑气化作2条灵性青蛇，刁钻、迅捷，专破弱点。单论杀法，比剑气滚龙臂更狠。我看着掌中长剑，心里第一次生出真正的剑仙野望。近身杀人，那叫剑客；千里之外取人首级，才叫剑仙。于是我盯上了第4魂环悬念灵雀，精神力强，善于布置羽毛监视。寻常魂师别说猎杀，连看都看不见他。我反其道而行，从高空御剑寻找。星斗大森林上空飞行很危险，下方魂兽随时可能偷袭。可我现在两紫一黑，战力已经不是普通魂宗能碰瓷。途中，我从史莱克头顶掠过，赵无极冷哼，不知死活，敢在星斗大森林飞这么高。戴沐白也跟着嘲讽，高空飞行就是活靶子，一旦出事，连躲都没地方躲。宁荣荣看着那道剑光，心头又是一颤，太像了，可他仍旧不敢信。同一时间，天水学院一行人也遇到了大麻烦，4万年悬念灵却被我追得慌不择路，正好撞向他们。带队的魂王老师只挡了一瞬，就被撞飞出去。水冰儿咬牙唤出冰凤凰，明知不是对手，也不肯站着等死。就在悬念灵却扑向他们的瞬间，我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：孽障，还敢伤人！第三魂环漆黑如夜，两袖青蛇，2道青芒撕裂空气，快到肉眼几乎捕捉不到。悬念灵却全身羽毛炸起，转头就逃。他心里估计都骂娘了，明明只是一个40级魂师，魂环配置却是两紫一黑，杀伤力还强得离谱。天水学院众女站在原地，全都看傻了。水月儿声音发颤：姐姐，我们这是得救了。水冰儿盯着那道追杀魂兽的剑光，久久没有回神。他刚才喊的是第三魂技，可亮起来的是黑色魂环。全场沉默。万年第三环这4个字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，而我没时间管他们震不震惊。悬念灵却终究没能逃出木马牛。4万年魂环升起时，我也咽了口唾沫，到底能不能吸收？我心里其实没底，可这么好的魂环摆在面前，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4万年魂环入体的瞬间，庞大能量像卡车一样撞进经脉，身体各处开始裂开，血从皮肤里渗出来。更危险的是灵魂冲击，悬念灵却残魂在识海凝聚，发出尖锐鸣叫，精神冲击狠狠刺向我。那一瞬间，我灵魂像被万针扎穿，可我已经明心见性，我的道是长生，是无敌，是不再受任何人欺辱。识海里，我化成一柄飞剑，瞬间洞穿悬念灵却残魂，灵魂震荡散去。第4魂环稳固，两紫两黑排列在我身上，右眼处一圈精致华丽的骨骼浮现，外附魂骨，悬剑破望眼，精神力外放，看破虚妄，精神力化剑攻击，方圆10里尽在眼中。第4魂技万里飞剑，只要被我标记10里范围内，不论多远，魂技都能瞬间落在对方身上，真正的10里取人首级。我仰天长啸，御剑冲上夜空。星斗大森林外，天水学院众人看着那道清冽剑光划过天幕，满眼羡慕。史莱克众人也看见了，赵无极本就因为唐三的事憋着火，此刻终于忍不住，一个魂宗也敢从他不动明王头顶飞过去。第5魂技重力挤压，大力金刚熊虚影显现，重若千钧的力场朝我压来。我正在御剑吹夜风，忽然被人偷袭，灵眼一扫，瞬间认出对方，史莱克还真敢来找我的麻烦。第2魂技剑罡护体，紫色魂环亮起，重压瞬间少了7成，同时反弹之力砸回赵无极身上，让他肩膀一沉，脚下踩出大坑。下一秒，我脚下两紫两黑4个魂环全部亮起，赵无极瞳孔骤缩，下方戴沐白和马红俊还在等着看热闹。戴沐白甚至笑着安慰众人：别慌，你们忘了赵老师那天怎么抽那头王八了。话音刚落，森林深处传来赵无极一声怒吼。等史莱克7人赶过去时，周围树木像被绞肉机碾过，只剩满地碎屑。赵无极躺在巨坑里，身上伤口无数，还有2道贯穿伤，脸色白得像纸，空中早已没了我的影子。这一战我赢了，但赢得不轻松。赵无极哪怕只有平时1半实力，也是魂圣。我强撑最后一丝魂力远离战场，确定史莱克追不上，才眼前一黑，从空中坠下。幸好飞得不高，人挂在树杈上，不然我堂堂长生剑客，可能就成了斗罗大陆第一个被摔死的天才。醒一醒，我被人摇醒时，天已经大亮，阳光刺得眼睛发疼，身体更疼，丹田空得像被人掏了一遍，精神力也透支到发胀。我睁开眼，看见的是水冰儿，她见我醒了，明显松了口气。你醒了，有没有什么大碍？我撑着树干坐起来，没什么事，嘴上这么说，身体却一点都不轻松。
松。昨晚我先追杀4万年悬念灵雀，又吸收第4魂环，再和赵无极硬碰硬打一场，连续2次精神力化剑，魂力和精神力都被炸得干干净净，能醒过来已经算命硬。不过赵无极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敢偷袭我，就得付出代价。水冰儿递来水袋，语气很轻。昨天我们在树上发现，差点以为你已经……我喝了口水，笑了笑，命大没摔死。水月儿站在旁边，上下打量我，眼神明显拿不准。昨天他还把我当前辈，今天看我一身狼狈，气息萎靡，又觉得我像个拖油瓶。他嘴快，直接摆手，你既然醒了，就赶快离开吧，我们还要猎魂，没什么需要你帮忙的。水冰儿皱眉，月儿，我倒没生气，这世上眼见不一定为实，气息更不一定代表战力。我现在魂力确实只恢复了1点，看着弱，很正常。可我李长生不喜欢欠人情，他们捡到我，守了我一夜，这份情我得还。更何况他们老师昨天被悬念灵雀重伤，源头还是因为我追杀那头魂兽。我跟你们一起。水月儿瞪大眼睛，你想好了？我们要去猎千年魂兽，可不是带你郊游。我点头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跟着便是。水冰儿看了我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他很聪明，没有追问我的身份，也没有问昨晚我为什么会晕倒。这份分寸感比很多大宗门弟子都强。一行人重新上路，天水学院那位魂王老师始终保持沉默，目光却一直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。我理解他的警惕。星斗大森林里，装伤、装弱、装迷路，最后回头偷袭夺财的人不在少数。他要是真一点防备都没有，反倒活不到现在。前半日，我们只遇上几头10年100年魂兽，那种级别，天水学院几个女孩自己就能解决，根本轮不到我出手。中午休整时，水冰儿递给我一块干粮，我没客气。离开七宝琉璃宗时，我什么都没带，魂导器也留在宗门。这些日子不是吃魂兽肉，就是靠从山匪身上摸来的钱过活。干粮不算好吃，但省事。我刚咬了一口，右眼深处忽然泛起灵光，玄剑破望眼把2里外的画面映了回来。一条千年黑水蟒正在疯狂逃窜，后面追着一头浑身暗红铠甲的嗜血蛛皇。嗜血蛛皇可不是普通千年魂兽，这种东西靠吞噬血肉提升修为，战力强的离谱。千年级别就敢碰普通万年魂兽，黑水蟒明显是慌不择路，正往我们这里冲。没多久，天水学院那位老师也察觉到了，脸色瞬间凝重，小心有强大魂兽靠近。白、黄、紫5个魂环升起，他背后浮现出一只碧水玄龟。水冰儿、水月儿等人也立刻武魂附体。下一秒，黑水蟒巨大的身躯从林中冲出，他原本的路线明明可以避开我们，却在最后一刻强行转向，想拿天水学院这群人当挡箭牌。魂兽也不蠢，尤其是活到千年的魂兽，很多时候比人还阴。嗜血蛛皇紧随其后，8条猪腿插进树干，又猛地弹起，速度快得像一道暗红残影。你们快走，我来挡住他们！魂王老师低吼。水冰儿眼底闪过决绝，冰凤凰振翼而起，他知道老师受伤未愈，单独留下几乎必死。水月儿咬了咬牙，也站了出来。就在黑水蟒从众人头顶飞过的瞬间，我抬起眼，谁让你跑的？剑光亮起，没有魂技，没有多余动作，木马牛只是一闪，黑水蟒就被从中斩成2段，蛇血喷洒，却在落到众人头顶前3尺，被剑罡硬生生磨灭。全场瞬间安静，水月儿僵在原地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。他前一秒还觉得我是拖油瓶，下一秒我就当着他的面秒了千年魂兽，这反差换谁都猛。嗜血蛛皇也停住了，8只眼睛齐刷刷盯着我，身上绒毛根根倒竖。魂兽的直觉告诉他，眼前这个人比他见过的很多万年魂兽还危险。他转身就逃，我轻笑一声，逃得掉吗？木马牛脱手而出，清冽剑光划破长空，瞬间追上嗜血蛛皇。暗红色血液像喷泉一样炸开，紫色魂环缓缓升起，从绝望到活命，再到看见我一剑斩2兽，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。可天水学院众女却像经历了3场人生。最先回过神的是水冰儿，她立刻俯身行礼，见过前辈，多谢前辈2次救命之恩。水月儿脸色涨红，也跟着低头。我摆了摆手，先前确实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，你们后面又救了我，这不算什么。天水学院老师也走上前，想问我名讳，还说学院一定重谢。我没接这个话，我跟着你们只是为了补偿和报恩，等你们该拿的魂环都拿完，我就离开。说完，我指了指黑水蟒，那条黑水蟒还没死，适合你们其中一个人，别愣着了，先吸收。叫纸儿的女孩这才回神，激动得手都在抖。她一刀刺入黑水蟒要害，紫色魂环升起时，眼眶都红了。对于大宗门天才来说，千年第3环不稀奇，可对普通学院学生来说，能安全拿到一枚合适魂环，已经是天大的运气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继续跟着天水学院队伍，又帮他们猎了2头合适的魂兽。在我面前，千年魂兽几乎没有挣扎空间。一开始他们还震惊，后面甚至有点麻木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彻底放松。星斗大森林里最不能要的就是自信过头，强如赵无极，一时上头偷袭我，现在估计也躺在史莱克等人救命。等最后一个女孩吸收完魂环，我们终于离开星斗大森林。森林外的风比里面清爽太多。水冰儿走到我面前，双手递过来一个魂导器，前辈一路相助，小小谢礼，不成敬意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魂导器这种东西对七宝琉璃宗来说不算稀奇，可对天水学院这种队伍而言绝对珍贵。他愿意拿出来，说明这份谢礼不只是客套。我没有推辞。出门在外，没有魂导器确实不方便。打开后，我发现里面不只有金魂币，还有2件换洗衣裳，甚至还有1枚玉质剑形吊坠。5000金魂币对一个刚成魂尊没多久的女孩来说不少了，倒是欣喜。我收下魂导器，拒绝了天水学院的邀请。一是不想再加入任何势力，2
是天水学院在天斗城，离七宝琉璃宗太近，我暂时不想再和宁风致他们有牵扯。水冰儿眼底有遗憾，却没有强求，他只是朝我认真行礼，祝前辈早日登临魂师巅峰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魂师巅峰，那不过是我路上歇脚的地方。我的目标从来都是成神长生。离开天水学院后，我在洛星村歇脚。房间里，我拿出水冰儿给我的魂导器，仔细清点了一遍，金魂币、衣裳都很实用。真正让我在意的，却是那枚剑形玉坠。我试着灌入魂力，玉坠没有任何反应。换成锐剑意，玉坠微微亮了一点。我又注入春秋剑意，光华再次亮了几分。我眼神一下变了，这不是普通玉坠，也不是魂导器，它更像某种传承信物，而且需要的不止一种剑意，2种剑意还不够，那至少需要3种，甚至更多。能布下这种门槛的东西，绝对不简单。我暂时把玉坠收回魂导器，现在的我还不够资格打开它。既然如此，就先放着。离开洛星村后，我在蜂王园遇到了风啸天，那家伙正在和3头千年疾风魔狼厮杀，身形快得像青色闪电，在空中不断借力叠斩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他自创魂技的雏形——疾风魔狼36连斩。可惜才到第12斩就泄了力，不是招式思路不行，是魂力不够。风啸天解决完魂兽后，落到我面前，语气还挺傲：“这位兄台看了这么久，可有何收获？”我看着他，实话实说，还行，就是修为太差，不然这自创魂技早成了。他当场被气笑，堂堂先天满魂力，神风学院顶级天才，第一次被人说修为差。那你多少级？46级。风啸天第一反应是不信，可我把话说得太自然，他反而警惕起来。我懒得和他解释，随口补了一句：“先天满魂力又不止你一个，有人12岁46级，也有人20岁还没突破40级。”这句话精准扎心，风啸天脸都黑了。他不再废话，第一魂技风刃列阵直接甩了过来，踏风居下的4条腿发软。我拍了拍他的脖子，跟着我，以后就不会连逃跑都不会了。木马牛飞出，轻轻一斩，那些风刃就碎成了漫天青光。风啸天这才认真起来，疾风双翼，双狼附体接连亮起，他整个人像一头扑杀猎物的狼王，速度快得让人眼花。我没有用魂技，我想拿他磨剑。春秋剑意从我身上扩散，周围草叶一点点枯黄。风啸天的连斩越来越快，力量也越叠越重，可每一次接近我，都会被木马牛挡回去。第12斩落下，我一剑横扫，春秋剑意像一条无形长河，直接压过他的锋刃。那一瞬间，风啸天仿佛被时间拖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剑气来到面前。我在最后关头收了杀意，只让他从空中摔了下去。草地够软，摔不死。他爬起来后，整个人都沉默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没回答，他也不尴尬，反而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是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自创魂技上。我看着他那副样子，倒觉得有趣。风啸天不是废物，他只是太早把心思放在证明自己会创造魂技上。如果他把那股劲放回修炼，未来未必不能给史莱克添堵。所以我顺手给了他一点压力。2年后的魂师大赛可能会有魂王。魂王？风啸天瞳孔一震，我没告诉他是谁，只是提醒他，若继续把时间都耗在半成品自创魂技上，到时候连上桌的资格都可能没有。这句话比任何激励都管用。他眼里重新燃起火。等我们分开时，风啸天还拍着胸口说，以后去神风城报他的名字，所有商铺都给我打8折。我笑着应下，随手结个善缘，没坏处。更何况我虽然不想参加魂师大赛，却也不想看史莱克和武魂殿走得太顺。神风和天水若能被我提前波动一下，未来说不定就会很好玩。我和风啸天分开后，心里其实挺清楚一件事，他不是我要真正解决的麻烦，史莱克和武魂殿才是。而我真正要做的下一件事是药王谷。这些年我人在七宝琉璃宗，却一直暗中查独孤博身上的碧鳞蛇毒。我知道唐三后面会靠冰火两仪眼和独孤博达成交易，但这一世机缘不可能再让他轻松拿走。药王谷正好有能缓解碧鳞蛇毒的法子，虽然效果不如唐三那套，但用来敲开独孤博的门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药王谷不是单纯的宗门，那里很可能藏着仙草线索，也藏着我以后对付独孤博、掌控冰火两仪眼的钥匙。我盯着窗外的夜色，心里很清楚，药王谷这一趟不是单纯求药，我要的是能撬开独孤博那扇门的筹码，也是以后和唐三抢冰火两仪眼的底气。10日后，云雾缠山，瀑布垂落，药王谷3个字刻在青石上，像是被药香泡了很多年。守山弟子藏在树上，还以为自己引得很好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当场汗都快下来了。没多久，3位魂宗长老赶到，原本还想摆架子，可木马牛只在他们面前转了一圈，3个人的脸色就全变了。带我去见你们宗主。议事大殿里，我见到了药王谷宗主杨洛，他满脸疲惫，眼底全是血丝，像是已经很多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我没有绕弯，我要解碧鳞蛇毒的丹药。杨洛神色一凝，刚要开口，一名长老忽然冲进大殿，脸色白得吓人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杨洛皱眉，慌什么？那长老声音都在抖。药王门打过来了。药王谷和药王门本来同出一脉，一个长毒，一个长姐，分开之后互相咬了这么多年，谁都没真正赢过。这种宗门放在别人手里是烂摊子，放在我手里却是现成的班底。只要把两边重新压回一个锅里，再用利益和剑锋立规矩，他们就能替我源源不断炼药、制毒、收药材。等独孤博这位封号斗罗上船，药王宗就不再是山沟里的小势力，他会变成我撬动天斗城的第一根杠杆。想到这里，我反而不急了。药王门这一下来得正好。